这个画面是不是很多朋友在美国签证预约面谈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话是这个你被封锁了啊，其实你什么都没干啊，但是呢你就上不去，什么原因呢？就是 IP 问题啊，IP 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它有个防火墙啊，Cloudflare 的防火墙。防火墙的话，它是会认定一些 IP 是信誉度不高、干净程度不高，曾经啊可能说发生过一些攻击事件啊或者怎么样，它把它拉黑了。那你想呢？我家里 IP 我从来没干过什么事情，对不起，这个 IP 是 RSP 啊，就是互联网服务商啊这种运营商给你的，所以说你也不知道这个 IP 曾经用过什么，而且 IPv4 的话，现在资源都快耗竭了啊。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换 IP 啊。但是说很简单，换 IP 的话其实是个大学问，换了很多 IP 都上不去，很正常。我曾经的话，在我频道里面推广过这种我自己做网站用的那个服务器啊，我发现任何服务器 IP 啊，我用了好多服务器 IP，服务器 IP 基本上都不行的啊，没有办法的。那么今天就讲几个解决方法啊。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如果说你能换 IP 的话，你就换 IP 啊，你有些人还是能换得到的，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啊。那么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好几个方法啊，一个慢慢来。我这个 IP 呢也是本地 IP 啊，没有任何切换 IP 的程序。那么为什么我这个可以打开，这个打不开呢？都同一个浏览器啊。那是这样子的啊，它其实是用了2道防火墙，这2个网址都不一样的啊。那这个网站的话是可以打开的，这个网站的话我可以把这网址啊，你分享在视频区域里面啊。那这个可以打开。这个打开的话，其实到最后的话，它验证阶段的话，还是会登录阶段的话，还是会跳转到刚才这个网站，那还是打不开。首先的话，这个的话可以临时用一下，比如说你这边创建立即注册啊，这个可以注册一下，你先把注册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有些人的话，就算你换 IP 之后，还是会很慢，很慢之后呢，你上不去啊。那么尽量先用这个注册。注册的话，注意一点啊，这些东西都要写下来，保存到记事本上，否则就会忘掉。用户名称这个不是邮箱啊，还有的话，这邮箱是在这里啊，名和姓的话用英文填写，然后这边的话都是用英文填写。注意安全问题啊，千万别错了，就这么几个安全问题。你要安全问题忘记的话，你找不回来的，真找不回来的，很变态的程序。那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有一个非常终极的解决办法啊。你的 IP 也不用跟别人去公用啊，这个 IP 的话，基本上跟别人的出现重复的频率啊，这个很低吧啊，就是买张卡啊，买张这种香港卡，当然澳门卡估计也行啊。那么香港卡的话，这张卡的话可以在内地上网，然后它是有流量的，而且呢，它这卡的话只要半年充值1回就行了。那如果说有需的话，你需要的朋友啊，你可以入群问群主买啊，群主不是我，大概是168块钱吧。里面自带话费就是100港币了啊，就说其实让你几十块钱跑腿费啊。那这张卡的话，你在内地可以上网嘛？这个 IP 的话，香港 IP 很多，香港地方小 IP 很多，真的。所以说这张卡我用过，就是直接可以上啊，手机直接可以上。那么手机的话，你可以分享热点给电脑嘛？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可以连上了嘛？而且非常方便啊。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你用 eSIM 啊。其实这些方法，其实2个方法加起来的话，都是用海外的这种流量啊。这种流量的话，毕竟它不是服务器 IP， 那么属于个人使用，而且呢比较好用啊。因为服务器 IP 基本上很多时候呢，别人买过服务器，有些人啊拿去做这种攻击别人的事情啊，所以说这 IP 被拉黑的比较多。那这个呢是 eSIM 啊。这个 eSIM 为什么介绍呢？ eSIM 的话，很多朋友没有 eSIM 手机啊。其实呢，你在闲鱼上的话，买个 eSIM 手机是很便宜的二手手机。那么有些手机的话，比如说 XR 这种手机啊，苹果叉可以改装 eSIM， 一张 eSIM， 一张那个 SIM 卡，美版的话自带的啊。反正如果说你有的话啊，你可以用这个啊。那用这个要不要钱呢？你用一下，每天预约就不用钱啊，因为他用 eSIM 的话，注册一下的话，他送你500兆流量啊，这个流量是可以在中国国内使用。应该说是全球可以使用啊，大部分地区啊，全球大部分地区，很多地区啊都可以使用，所以说呢，这个不用担心啊。还有朋友跟我讲啊，他找了个美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都上不去那个网站，确实有点变态啊，真的是很糟心啊。还好这种卡 eSIM 我是有的啊，我都测试过了，真的是基流量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有海外朋友的话，你可以让海外朋友帮你忙啊，他用他的手机流量啊，一般来说还是可以的。